魏无羡觉得颇有意思。一个大绵绵，一个小绵绵。罗青阳笑道：对，我的名字是青阳，罗青阳。魏公子也要记起我的名字呀。好，青阳，绵绵，你叫做青阳，难怪他们戏称你为绵绵。魏无羡又问道：你这是？8个月了，快生了，是第2个孩子。是弟弟。你喜欢弟弟还是妹妹？是弟弟就喜欢弟弟，是妹妹就喜欢妹妹。但是这个是弟弟，字都取好了。哦，是何字呀？远道，林远道，取绵绵思远道之意。绵绵一直盼着能有弟弟妹妹作伴。说起来，魏公子，这个字也算得上是您取的。魏无羡一边想四舍五入的确是我取的，一边道：这哪敢当？您对青阳有救命之恩，由您来取字也是合适的。也不是我救的，是韩光俊救的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魏无羡又问小绵绵：你很盼着弟弟妹妹吗？你会帮忙带吗？你会带小婴儿不？小绵绵轻轻圈住罗青阳的肚子。会呀，小孩子不就是吃吃睡睡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你这么说，你带过小婴儿？带过呀。魏无羡比划了一下小苹果的大小，就这么大的一个小姑娘，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罗青阳扑哧一声笑了。魏公子又来了，你哪里知道绵绵小时候什么样了？又问：韩光君，魏公子当真带过小婴儿？蓝忘机颔首道：带过的。然后细细讲了魏无羡所救女婴之事，又遣人将小苹果抱过来。林睿感慨道：魏公子一如既往的侠义心肠。突然小绵绵喜道：娘，他又踢了。8个月了，是会活泼许多。你那时也是这样的。魏无羡十分好奇，但又不好意思一直盯着罗青阳的肚子瞧。蓝二夫人，胎动，你想不想听听看？魏无羡惊了一下，觉得夫人这个称呼放在他身上着实有点诡异，但是又觉得也有几分道理，一时择不出更合适的词汇，实在是对林远道的动静好奇不已。魏无羡心想：蓝二夫人就蓝二夫人吧，不是夫人也不好去听胎动。魏无羡不便真拿耳朵去听，一只手虚虚放在罗青阳肚子上，等了许久，魏无羡失落道：小远道睡着了。话音才刚落，突然魏无羡感觉到了掌下传来2记踢动，新生命的律动，仿佛一片羽毛轻轻挠过他掌心。一个小小的生命正在孕育着，传承奇妙又神圣。魏无羡惊讶道：他踢我了。小绵绵得意道：看吧，我就说他在踢的。罗青阳笑道：现在可真是最好的时候，待在肚子里乖乖的，每天踢我几下。等到生出来，可就有的忙活了。这时蓝思追抱着熟睡的小苹果来了，蓝景怡跟在一旁，似乎不太敢抱这种小不点儿。小绵绵看见小苹果也是十分好奇，但不敢上前。魏无羡便笑他：你看，带孩子哪有这么容易的，你都不敢抱呢，你还得慢慢学。小绵绵不服气道：魏叔叔，其实你也不会带，我知道你不会。我方才就想说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叔叔？我现在缺了20年的记忆，相当于年轻了20岁。你可以先叫我哥哥，待我恢复记忆，再叫我叔叔。会带孩子的人就称为叔叔。你不是说你会带吗？罗青阳也笑了：魏公子，听韩光君的意思，你也只带了他至多半日吧？要不我们夫妻俩教教你们如何带小孩？好呀，技多不压身。罗青阳便将小苹果抱过来，絮絮说道起来。蓝忘机听得十分专心，一一记在心里。一同用过晚膳，门生送他们往客住的别院。林睿单独留下，对魏无羡说：魏公子，青阳性子爽利，有些话青阳觉得不必对您说，我也不是个会说话的人。林睿有些腼腆，面上微红。魏公子，我现在很幸福，很快活。我有好妻子，有好女儿，马上还会有个儿子，凑成儿女双全。而这些都是因为您当初救了青阳，您做了好事，真的，您做过许多好事，您是个好人。总之，林睿不好意思地搓着手，憨厚又诚恳。我们现在很幸福，谢谢您。回净室的路上，魏无羡问蓝忘机：你早料到我会主动选择了解过往一切，所以邀请了他们一家人来。是，也不是。听说你被寻回的消息后，他们便启程赶来，
比我发现你失忆并传信邀请还早一天。魏婴，林夫人全家都非常关心你。两人回到静室，见蓝思追抱着小苹果站在廊上等待。蓝思追道：小苹果最近时辰睡倒了，总是这个时间醒。您这几次见他都是睡着的，现下醒了，抱来给您看看。魏无羡开心极了，用方才罗清扬教过的方法抱过来，立在肩头轻轻拍哄着。小苹果小肉手挥呀挥，啪一下拍在他脸上，又似是觉得魏无羡的脸格外光滑柔嫩，一把抓住捏个不停。魏无羡狂叫：啊，你这小不点儿，人小小一枚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？蓝思追腰上别着一只拨浪鼓，拿出来摇晃着逗他玩。小苹果立刻张开手臂，想要蓝思追抱。蓝思追把拨浪鼓递给魏无羡，小苹果还是不依。魏无羡把拨浪鼓递给蓝忘机，蓝忘机拿到小苹果眼前轻轻摇，小苹果这才不闹了，乖乖让魏无羡抱着。毕竟还未满100天，玩闹一阵，小苹果便困了。蓝思追把他抱了过来，打算送回女修院。蓝忘机和魏无羡送他到静室门口，蓝思追突然回过头，唤了一声：羡哥哥。魏无羡愣住了。之前他与蓝思追也有攀谈，蓝思追都是叫他魏前辈的。方才听您同小绵绵交谈，您仿佛是想被叫做哥哥的。你这孩子真是又聪明又乖巧。出乎意料的，蓝思追没有谦虚，而是重重点头。是。蓝思追双颊泛粉，说道：我功课夜列都很用心，先生教的，韩光君教的，您教的，我都记得很熟。我常常拿甲等，最近还开始独自带师弟们夜列。我学得很好，长得也很好。他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一口气说完这一席自吹自擂、自我表扬的话。说完甚至都有些喘。魏无羡笑了：你知你是个好孩子。羡哥哥，我是阿愿呀。蓝思追眼眶微红，玩笑道：可惜我现在抱着苹果妹妹，没法再抱您的腿了。送走蓝思追和小苹果，蓝忘机和魏无羡并肩坐在院内的玉兰树下。魏无羡一口一口喝着天子笑，挽住蓝忘机胳膊，把头歪在他肩上。蓝湛，真的还是发生了许多好事情呢。蓝忘机柔声道：魏无羡把头在他肩头蹭了蹭。蓝湛，藏书阁的史书记得全不全，真不真？我打算以史为锚。史书内容不够具象，不足以为锚。静室内有一墨香炉，可助使用者一同入梦。我们现在已能自行决定入哪一场梦境。你入我梦，以我梦中事为锚，应当可以召回全部记忆。魏无羡忙道：不必如此。不好的回忆，他不想蓝忘机再经历一次。蓝忘机认真道：魏婴，我想陪着你，让我陪着你。魏无羡愣住了，蓝忘机眼里柔光粼粼，星辉熠熠，晃得他迷了眼睛。魏无羡无奈扶额：蓝湛，商量一下，说情话之前先打个招呼，不然我招架不住。蓝忘机道：好。随即微微一笑，冷月清辉都化在他这一笑之中。刹那间，魏无羡生出一阵目眩神晕之感，不由自主的，那笑意也漾到他脸上来了。两人并肩望着头顶星月朗朗，只见一轮圆月，清光皎皎，宛如玉盘，圆圆满满。魏无羡心念微动，放下酒坛，轻巧地窜上了玉兰树。蓝忘机站起身，抬手望着他，月光流渡在魏无羡身上，让他整个人皎洁又明亮，似乎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光晕里。蓝忘机微仰着头，神色专注，望着树顶，朝树下走近几步，伸出了双手。明月映照在他身后，光辉又圆满。魏无羡立在树梢，微微笑着：蓝湛，我准备好了。蓝湛，我不想忘记你为何因我受伤，所有我回来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我也想记起来。好。你陪着我。蓝忘机坚定道：是，当你想起过往一切时，我会在你身边。魏无羡大笑着，纵身扑向他的怀抱。蓝湛，魏无羡有心调笑道：我觉得你这2天糊弄着失忆的我玩，似乎玩得很开心。蓝忘机淡然道：没有糊弄你。又道：的确很开心，只要是你，无论做什么都会很开心。为什么？魏无羡笑问：因为我会害羞，会脸红。魏婴，
你适应的很快。就算你会害羞，也并不会持续太久。